再不还钱，卸了你的手！就剩这桶面了。少给老子废话！苍天在上，镇关城10万军民已断水断粮半月，我萧明训死不足惜，求上天垂怜，赐下一口吃食，救救这满城百姓吧！殿下莫外求天了，新帝如今已在京城登基，只要你喝了这杯制酒，城外大军立刻撤兵，留着满城申民一条全尸。孤今日死，皇叔明日就会派人屠城，大夏的江山容不得篡位的小人做主。殿下莫要执迷不悟，我们新帝顺应民意，你这废太子拿什么斗？接旨吧！做战死鬼，不跪篡位贼！这是神迹啊！面汤里有精盐，还有浓郁的肉香，非仙草不能做出此等味道。殿下，天命垂怜，我大夏不亡啊！妖术，这是妖术！要你奶奶个腿！这是老天爷开眼，神明赐给殿下的仙粮。来人，把这阉人押入死牢，严加看管。神明在上，镇关城10万居民断粮已久，若神明能救百姓，明允愿献上大泰至宝。跑啊！继续跑啊！欠债还钱！放手！我这里有体压物，这是真正的古董，给我半天时间，我马上套现还你200万。行，老子跟着你去。要是敢耍花样，当场废了你。这沁色，这雕工，小姑娘，这东西你哪儿来的？祖传的，值钱吗？你看这里，这是夏朝太子萧明询的贴身玉佩。萧明询？唉，史书悲剧啊！此人本可开创100年盛世，可惜皇叔篡位，假传圣旨将他逼死。大夏随后2世而亡，陷入了100年的动乱期。如果他当年顺利继位，历史该有多不一样。顾老，这玉你收吗？收。这张卡里有80万现金，算作首期定金，后续拍卖鉴定完毕，至少还能补你大几百万。谢谢顾老，剩下的钱等我安顿好再来拿。去隔壁取款机，这是10万利息，剩下的本金190万，我会尽快结清。哎呦，苏大小姐发财了。行，明天看不到钱，咱们接着算账。撤。喂，青青，你别闹脾气了，赶紧把苏家那块祖地的转让协议签给我，我替你还债。陈耀祖，你骗走我爸的公司，还骗我贷款抢我家地，你个畜生！不把地给我，就等着被卖了还债吧。可惜了，高利贷我还上了，倒是你，等着收传票吧。他哪来的钱还利息？赵总，彪哥那边传话说看到苏青拿着一块绝世好玉去了聚宝斋，当场套现了80万，还在城郊租下了一个大仓库。好玉租仓库，我知道了。这贱人手里肯定有祖传的古董，等着瞧，都会是我的。老板娘，1万个白面馒头全在这里了，全是刚出笼的，热乎着呢。50桶纯净水放这儿了。辛苦了，尾款转你们了，出去把门带上。1桶泡面就能换一块价值100万的极品古董，那这些岂不是？哼，萧明询，饿死了没有？城里的草根都啃光了吧？带你的人出城，跪下给老子磕个头，老子赏你块骨头啃啃！哈哈哈！殿下，让俺带人杀出去，俺就是死也要生撕了这杂碎！不可，敌军故意烤肉，
就是引诱我们出城送死，让弟兄们闭上眼，靠着城墙保存体力。神明，将士们快撑不住了，求神明赐粮，只要一口吃的就行。下粮了，老天爷下粮了！是白面，没有掺一点沙子的纯白面馒头，还是热的。10万军民得救了，恳请神明赐下尊号，镇关城愿世代立庙供奉。恳请神明赐下尊号，镇关10万军民愿世代供奉。落款是萧明允，真的是顾老说的那个历史上的废太子。镇关有10万张嘴，1万个馒头，一人分不到小半个，根本吃不饱。如果天天买气面食，我的资金撑不了几天，必须买便宜，扛饿，还能直接当种子种在地下的粗粮。钱老板，我是苏青，我需要2万斤耐旱易存活的高产土豆和红薯，对，不用清洗，直接带泥装车，马上要连夜送到城郊旧仓库。这体力活真不是人干的，为了我的印钞机，拼了！拿去种，拿去吃，只要你别死，我的古董就源源不断。这是何物？像石头，却带有泥土清香。殿下，这是仙根啊，软糯香甜，能饱腹，连皮都能吃。能吃，还能顶饿，这么多，够全城吃上10天半个月了。不光能吃，殿下你看这上面的芽眼，切成块埋进土里，只要有水，几10天就能长出一大窝，这是能救命的仙根呐！传令下去，留下1半食用，另1半立刻分发全城，沿城墙开荒种植。镇关有救了，城中已断粮100日。萧明许那小儿，怕是连提刀的力气都没了。将军，探子回报，城内一点炊烟都没有。好，传本将将令，今夜子时全军攻城，破城之后屠城3日，鸡犬不留。殿下，城门顶不住了，城墙也裂了。神明，敌军夜袭，城门将破，求神明赐下仙铁御敌。强迫了，不行，我的摇钱树不能倒。老板，50吨3小快干水泥，还有5000个编织袋，立刻送到我仓库，我给你出双倍的价钱。殿下，神明说，把这灰粉与砂石、水搅拌在一起，装入袋中堵门。神谕，霍山，带人抬水，把这些神灰全部搬了，堵在城门裂口处。给我撞！一鼓作气撞碎城门！这怎么可能？1晚上的时间，城门怎么变成一块铁壁了？强攻不行，传信给城里的内线，烧了他们的粮草，从里面破城。废太子不过是得了些障眼法，只要烧了这粮仓，10万人断了粮，我们开城门投降，陛下定有重赏。陈耀祖，看来你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。苟副将，皇叔给了你多少好处，让你连城内10万百姓的性命都不顾？太子，你就算有妖法，外面有30万大军，你也迟早是死路一条。通敌放火者，斩立决，传授3军。整整2万斤啊！产了1晚上才产进去1半。萧明远，老娘为了你这吞金兽，命都快搭上了。陈耀祖那孙子说，这娘们儿把苏家的绝世古董全藏在这仓库里了，都给老子机灵点，找出古董马上撤。
藏得这么严实，肯定在下面。给老子掀开！这他妈什么东西？老大，全是土豆，连个瓷片都没看到。彪哥，拿到古董没有？你赶紧把东西带出来，分我一半。陈耀祖，你他妈敢耍老子！这里全是破土豆和烂红薯，有个屁的古董！真他娘的晦气！撤！殿下，弟兄们吃饱了，有的是力气，但这兵器实在不行了。看敌军的铁甲，一刀下去，咱们的剑先断了。神明庇佑，百姓得食，但我等手无寸铁，只能以血肉之躯去挡敌军的精铁重甲。神明，若镇关注定城破，请将百姓的魂魄接引上天。张律师，陈耀祖侵吞我父亲这遗产的证据都在这里，我让他把吞进去的钱全吐出来。苏小姐放心，证据链很完整。稍等，我去看看。我操！怎么一会儿不见，我的印钞机要把自己玩死了？我开车直奔城郊最大的五金劳保批发市场，走进这家专营特种器材的店铺。这刀劈柴好用吗？姑娘，这是高碳锰钢锻打的，别说劈柴，砍钢筋都不卷刃。好刀，再看看你们的防爆盾牌。就是它了。开山刀、防爆盾，这种规格的，1万件。1万件？姑娘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你要这么多干嘛？我要开一个大型安保体验营，这是10万定金，尾款100万，货到指饭。今晚必须送到我的仓库。今晚？好，只要钱到位，我把全省的货全给你调过来。先登城头者，赏金1万两，封万户侯。将士们，身后就是父母妻儿，随姑父死。将士们，身后就是父母妻儿，随姑父死。陈耀子要我的命，对面的皇帝也要你的命。萧明雪，今天我必须保住你这个印钞机。神明显灵了，天官法器，快，全军搬运，把法器运上城头。城破了，受死吧！殿下接断。换盾，拔刀，随姑杀敌。痛快！这法器不惧刀砍斧砍，连里面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。那透明的盾牌是什么鬼东西？弓箭射不透，大锤砸不烂。将军，咱们的重步兵被那种黑刀一碰，连人带甲全被劈碎了。妖兵，他们是妖兵，鸣金收兵，退后10里扎营。殿下，咱们打赢了。末将斩了敌军副将，从他怀里搜出了这东西。百年身亡，这是救命的神药。此战全赖神明赐保，明日无以为报，愿献此药，聊表寸心。苏小姐，陈耀祖那边出示了一份补充协议，证明你父亲生前自愿将公司股份转让给他。明天一早，法院就会彻底冻结你名下所有的资产。那是伪造的，我爸怎么可能把心血给那个畜生？要证明协议造假，我们需要请最顶级的鉴定机构打持久官司，这需要极其庞大的资金，你现在的账上已经空了。老山参，看这炉头和身躯，起码有上百年的年份。萧明雪，
老山参我收到了，谢谢你。可是我父母走了，未婚夫是个骗子，他骗光了我的产业，所有人都在逼我。我今天觉得真的好累，快撑不下去了。阿庆，莫哭，姑自幼丧母，宫中嬷嬷告诉姑，母妃在天上变成了星星，在守望我。此后姑后面对任何深渊都有了勇气。你的父母定也不忍见你落泪。今日，姑送你满天星笺。满天星斗，谢谢你。这是我那个时代的星星，它晒过太阳后，在黑暗里永远不会熄灭。送你一颗现代不灭的星光。苏小姐，今天带了什么好东西？我的老天爷，这野山参，这参纹，这炉头，这皮色，绝对超过200年了。现在市面上100年以上的参王早就绝迹了，根本见不到这种品相的极品。顾老，帮我找个买家，越快越好。巧了，省城首富王老爷子病重，正满世界悬赏吊命的老山参，你这参能救他的命。苏小姐，这参我们要了，这是2000万的现金支票，随时可以入账。成交。陈耀祖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张律师，资金到位了，去请国内最顶尖的笔迹鉴定专家。我要让陈耀祖伪造的那份补充协议变成废纸。明白。只要证明签名造假，陈耀祖就是职务侵占加诈骗，起步10年。苏小姐，怎么有空来喝茶？咱们可是说好了，今天不交钱，那套房子可就归我了。连本带利200万，昨天我给了10万，这里是190万，一次性结清，把我的房产抵押合同和欠条现在就给我拿出来。苏小姐真是女中豪杰，痛快。不瞒你说，那个陈耀祖还跟老子递话，说你绝对还不清钱，想借我的手弄死你，真他妈不是个东西。苏小姐，您的合同全在这儿，您过目，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如果陈耀都那个王八蛋再找你麻烦，你吱一声，兄弟们给你撑场子。醒醒，别睡，睡着了就醒不过来了。塞外寒冬提前来了，将士们还没有御寒的冬衣。殿下，地上的冰太滑了，战马只要一跑，马蹄打滑，腿骨直接折断。今天已经废了50多匹马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的骑兵就全完了。殿下，弟兄们的手脚都冻烂了，连刀柄都握不住。这贼老天是要亡我镇关啊！塞外突降暴雪，滴水成冰，将士冻死同将伤无数，战马踏冰折骨。明庶恳请神女赐御寒之物。战马折骨，将士冻死，零下30度的极寒天气，古代的破布衣裳根本扛不住。张厂长，我是清源商贸的苏青，对，走外贸账目。
我需要2万件最厚实的绿军大衣、保暖鞋垫、羊毛手套，各2万套。对，直接去劳保仓库调货，现款现结。这种大衣防风防水吗？苏老板放心，这是给东北林区工人特供的，外面是高密度防风帆布，里面填的全是新棉花。零下40度穿这玩意儿，跑2步都能捂出汗来。很好，2万件全装车。还有带刺的防滑马蹄铁，你们能弄到吗？马蹄铁？这年头谁用那玩意儿？不过隔壁县有个锻造厂，专门给景区做跑马装备的。5万只防滑马蹄铁，底部必须带钢制防滑钉，再加上配套的钉提工具、铁锤、铁钉。5万只，这量太大了，就算停掉所有流水线，最快也要1天1夜。我再加30万加气费。我要你把仓库里所有的现货全拉出来，剩下的通宵赶工，做出一批拉走一批，我急用。肖明宇，这些东西足够你们在冰天雪地里横着走。殿下，神女赐物了。好暖和，殿下，这神衣一点风都不透，里面像有个火炉子一样。传令全军，立刻分发神女赐下的冬衣、手套、鞋带，每人1套。这是打在马蹄子上的铁掌，底下居然还有钢刺。别愣着，快给战马钉上试试。神了，真的是神了！有了这钉刺铁掌，咱们的骑兵在冰上就是无敌的。殿下，这衣服太邪门了，末将现在热得恨不得跳进冰窟窿里洗个澡，弟兄们手脚全暖和过来了。阿青，你又救了顾一次。全军听令，枕戈待旦，敌军快到了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10万先锋大军被一个城里断粮几个月的废太子打得退避10里，什么透明的妖盾，什么无坚不摧的黑刀，全都是给你们的无能找借口。陛下息怒，镇关城确有妖邪作祟啊！如今塞外大雪冰封，他们的士兵却在冰天雪地里生龙活虎，我们的先锋大军连站都站不稳啊！妖法，朕乃真龙天子，百邪不侵，萧明勋必须死，朕官必须涂平，否则朕的皇位如何坐得安稳？陛下，5万重骑兵和300架神翼巨弩已集结完毕，传朕旨意，朕要御驾亲征。这5万重骑兵是朕扫平天下的利刃，巨弩一发，城墙都要碎裂。朕倒要看看萧明允的肉体凡胎怎么挡朕的钢铁雄狮！殿下，紧急军情，枭雄老贼御驾亲征了，带着5万中军重骑和攻城巨弩，距离镇关不足50里。5万重骑，这老贼把京城的看家本底都掏出来了。在平原上，咱们步兵对上重骑兵，非被踩成肉泥不可。孤等的就是他，他若龟缩京城，孤还要费一番手脚。既然他亲自送上门来，镇关城外就是他的葬身之地，必须拦住他的骑兵冲锋。 5万重骑兵，300架攻城巨弩，枭雄这是要下死手啊！古代对付骑兵用巨马桩，但5万重骑兵的冲击力，巨马桩根本扛不住，必须用能缠死他们的东西，就是它了，给古代的土包子们一点现代工业的震撼。这种铁丝网多少钱一吨？苏老板，这是高弹力镀锌钢丝做的，刀片也是锰钢，平时都是给边防和监狱特供的。你要多少？我要30吨，找最结实的钢柱做固定桩，还要配上专用防割手套和液压锏。30吨？
这能把一个县城给围2圈了。没问题，现货充足，我马上叫车。萧明雪，把这些铁网钉在城外的战壕前面，骑兵敢冲，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快，把神女赐的铁网拉开，勾在钢柱上。传朕旨意，众骑兵冲锋，踏平镇关，冲锋！这铁网比刀剑还要命。那是什么妖法？朕的骑兵为什么冲不过去？陛下，城墙前面有带刺的铁索，战马一碰就被割断了腿骨。废物！骑兵退下，把攻城巨怒推上去，给朕把城墙射塌！啊！举盾，结阵。哈哈哈哈哈！什么狗屁巨弩，连老子的一根汗毛都伤不到。这种二蹄子和雷子威力有多大？苏老板，这都是农村办红白喜事用的土炮，里面装的都是实打实的黑火药。这要是在铁桶里炸了，能把铁桶崩个大窟窿。我要500箱，全要个头最大、火药最足的雷子，今晚就装车走。没问题，库房里的现货全给您搬空。神女说此物会爆炸，大家搬运时小心些。殿下，您的伤口在溃烂，必须尽快传军医。无妨，战事吃紧。神女，战事交解。这朵塞外雪莲开在死人堆里，却极其纯白，送给你。血，他受了伤。白瓶止血，红油片吞下防感染，别死扛。要是觉得疼，觉得苦，就吃1颗糖。一点都不苦，很甜。殿下，引线全接好了，只要点火射出去，这玩意儿落到贼军营地里就会爆。点火，放箭。天上掉火球了！滴血！炸了，全炸了！殿下，枭雄老贼的中军全完了。传令下去，大开城门，全军出击。陈总，
全完了！经侦大队和审计局的人已经封了我们公司的账目。苏青请的笔迹鉴定专家出具了权威报告，老苏总的签名是伪造的。闭嘴！滚出去！老板，打听清楚了，苏青今晚一个人在城郊的旧仓库收货，那批货肯定就是苏家藏起来的极品古董。好，他断我的生路，我就拿他的古董远走高飞。彪哥，30万，今晚跟我去城郊仓库绑苏青，拿到的古董咱们55分。绑架抢劫，陈总，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。他把律师和工人都打发走了，咱们进去直接拿刀架着他脖子，他敢不交东西？行，晚上12点，仓库门口见。傻子才帮你干！你死定了！我要让你不得好死！30万买我的命，还真是大手笔。用液压钳把锁剪了，动作快点，进去直接把人按住，不听话就放血。苏青，你个贱人，给我滚出来！陈耀祖，我等你很久了。给我上！抓住他！不许动！警察，放下武器！陈耀祖伪造签名，职务村战，加上今晚的持刀入室抢劫、绑架未遂，这些罪名足够你在牢里踩一辈子缝纫机了。带走。殿下，清点完毕。枭雄的中军被大火烧死烧伤1万，剩下的4万重骑兵全降了。总共有多少降军？外围那些没来得及攻城的府兵，见大势已去，也全都放下了武器，足足18万，加上咱们城里的2万弟兄，整整20万大军。枭雄篡位，残害忠良，致使大夏恶殍遍野，百姓易子而食。孤今日立誓，必将踏平平贼巢，还大夏一个太平盛世。从今日起废除伪帝年号，孤在此誓师，20万大军随孤北伐，直取京城。愿随殿下北伐，万死不辞。阿青，中军大捷，枭雄兵败退走，孤已收复20万大军。明日一早，孤便率军北伐，待孤攻入京城，斩杀篡位逆贼，定封你为大夏一品护国神女，受万民重养。这万里江山，孤与你共享。萧明允，你的诚意我收到了。既然你要打进京城，那我就送你一份最大的见面礼。枭雄败退30里，前方的平原肯定设下了重兵防御。萧明允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超越时代的上帝视角。沿途的正面山谷必定有重兵把守，正面强攻，伤亡太大。就是这里，这片后山虽然陡峭，但有一条废弃的采药小路，只要给战马装上防滑马蹄石，完全可以绕过敌军哨卡，直插枭雄的临时大营。
这是神界绘制的地形图，竟将山川地貌、河流组织画得如此精细逼真。殿下，这图上红色的线是何意？这是阿青为孤指的路。霍山，你来看，这条峡谷东侧的小路，敌军必定以为大雪封山无法通行，但我们的战马有神女赐的防滑铁掌。末将明白了，我们从小路绕过去，直接端了枭雄老贼的帅帐。传令下去，在峡谷正面多加3道巨马桩。萧明许那逆贼没有攻城器械，绝不敢正面硬冲朕的大营。陛下放心，大雪封山，逆贼插翅难飞。弟兄们，神女保佑！敌军的主帅营帐就在前面，冲啊！来人，护驾！快护驾！护你奶奶个腿！老贼受死！枭雄已被生擒，降者不杀。明远，明远，我是你亲叔叔啊！你不能杀我，我是皇帝。弑君篡位，残害忠良，你这种畜生，也配提血脉亲情？这江山，这百姓，被你祸害的千疮百孔。孤今日，便用你的血祭奠大夏的王府。殿下，这是从老贼马车里搜出来的传国玉玺，大夏正统，物归原主。没有阿青，这玉玺不过是块染血的石头。镇关10万居民早成了白骨。大夏国库最珍贵之物，理应敬献神女。阿青，此宝愿你喜欢。传国玉玺，萧明云，你把一个国家的命脉都交给我了。好，你信我，我定让他待在该有的地方。天哪，这玉质，这雕工，这包浆，这是史书中记载遗失1000年的大夏朝传国玉玺，绝对的珍品，国之重宝啊！苏小姐，这件国宝的价值已经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了。您真的打算将它，还有这几十箱大夏宫廷秘宝，无偿捐赠给国家？是的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我要以我公司的名义成立一个文化保护基金，并且我需要国家信用部书。没问题，你是国家的功臣，我马上最高层汇报。苏总，您捐赠了价值数百亿的国宝，现在外界称您为国家文化保护使者。您的清源商贸公司也获得了大量的政策扶持，请问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？清源商贸将转型为集团公司，涉及外贸、农业、基建等多个领域。我希望用这笔财富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，改写更多悲剧的命运。殿下，各营已清点完毕，所有降军全换上了咱们的绿军大衣和新兵器。好，传令全军拔营起寨，剑指京城。这是太子殿下的军队，他们穿的绿袍是什么神物？大雪天连个哆嗦都不打。听说殿下有天神庇佑，手里的黑刀削铁如火，枭雄老贼都被活捉砍头了。闭嘴！再有妖言惑众、动摇军心者，当场斩首！殿下，这帮狗贼不肯开城门，末将请战，带弟兄们用火药炸开城门。篡位战争导致关内土地荒芜，
京城内的百姓和守军恐怕早早就断粮了。城破容易，但伤的都是无辜百姓。京城断粮，死守不出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这事我熟。李经理，在全国范围内紧急调集30万吨陈化粮、面粉和大米。对，不要包装好的，直接用编织袋散装，包下所有能用的重卡，2天内全部送到城郊1号大仓库。30万吨，苏总，这可是个天文数字。资金不是问题。殿下，这帮孙子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，里面连树皮都啃光了，还死撑着不降。不急，阿青说了，攻心为上。传令下去，大军退后5里扎营，在城门外1箭之地架起大锅。所有人出去，没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靠近仓库。30万吨，这足够把京城的街道都铺上一层白雪了。神女下粮了，快生火熬粥！好香，是白米，是纯白米熬的粥。我3天没吃过1粒粮食了，这味道比我过年吃的都香。不许闻！都给我捂住鼻子！这是敌军的妖法，祸乱军心者斩！是米香，城外有米香。开城门！我要吃饭，给我一口吃的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谁敢开城门，我先杀了他！弓箭手准备，把城外那些熬粥的敌军全给我射死！哼！霍山，拿着这个，让弟兄们对着城头喊。神女说了，这叫精神打击。城里的弟兄们听着，放下武器，出城喝粥！别怒了，这是天神在说话，快放下武器！吃吧，慢慢吃，别烫着。你是神仙吗？我不是神仙，是神女怜见大夏，才赐下了这些吃食。太子殿下千岁，神女千岁！传令下去，大军入城，秋毫无犯，开仓放粮，先让所有百姓吃饱饭。臣等叩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陛下今日正统登基，继承大统，大夏江山终于重回明主之手。传朕第1道旨意，即日起改元平远，大赦天下，开仓放粮，全力安抚沿途郡县流民。陛下仁厚，大夏万幸！这大夏的万里江山，朕要与你同坐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有神女苏青自虚空中降临，赐仙粮，降神兵，救我大夏10万军民于水火。朕今复位登基，特册封苏青为大夏护国1品神女，位同皇帝，建庙立传，享万世香火，布告天下，贤使闻之。阿青，这是朕登基后的第1道天子圣旨。
今天这么快就送东西过来了？这是大夏朝的圣旨。册封我为护国一品神女，位同皇帝。原本酸痛的肩膀突然不痛了，身体变得这么轻松。这就是大夏全境汇聚过来的信仰之力。你既然封我做了护国神女，那大夏百姓的肚子，我这辈子管定了。钱老板，把你们粮库里存着的所有高产杂交水稻种子，还有高产玉米种子，全部给我打包。对，一共30万吨，立刻安排重型卡车送到我市郊的旧仓库来。辛苦了，师傅，剩下的货按照这个速度继续送。好嘞，老板大气，保证耽误不了您的事儿。陛下，连年打仗，关内的农田早就荒芜长草了。这秋收刚过，国库粮仓里连1粒小米都找不出来呀！关内几10万饥饿的辽民和百姓，根本撑不过这个冬天。尚书不必慌张，神女儿昨日已经答应朕，会赐下渡过难关的仙种。啊！这就是神女赐下的仙种。老臣活了60年，从未见过如此大力、如此饱满的谷子啊！霍山，传朕口谕，立刻调集全军所有的战马和大车，把这些仙种一袋不剩的分发到大夏境内的每一个郡县，让各地官府组织百姓开荒播种，传授抗旱之法。末将领旨，谁敢拖延农时私藏仙种，斩立决！老天爷啊！这一株稻杆上竟然结了足足几百粒稻谷，以前咱们种的剑稻，连这个的1/3都比不上啊！爹，今年咱们家不仅不挨饿了，新盖的3个谷仓全都装得满满当当，连下脚的地方都没了。启奏陛下，今年大夏全境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，神女赐下的杂交水稻与玉米产量比往年翻了整整10倍，全境持续数年的大饥荒彻底解决。如今百姓家家户户顿顿吃白米饭，再无一人挨饿受冻。天下粮食危机已解，传朕旨意，召集工匠。接下来，大夏全境开始开山修路、筑堤建厂。大夏该彻底改头换面了。明允，图纸送过去了，大夏的基建从今天开始起步。陛下，这灰泼泼的粉末真能铺路筑靶？按神女的法子，加水、搅匀，掺上砂石。这比城墙的青砖还要硬10倍，简直是铁石。传朕旨意，即刻在京郊扩建100座水泥窑。遵旨。工部全力开工，用这水泥，3个月内给朕铺出一条贯穿南北的官道，
再把黄河沿岸的决堤全部用水泥封死。阿青，大夏的路通了，你的路走得如何了？一个暴发户靠几根百年老参翻身，也敢来鼎奢晚宴凑热闹。今晚的慈善拍卖，我清源集团包场了。好大的口气！压轴的那块南非粉钻底价5个亿，你拿什么玩？这金佛的铸造工艺，还有这块羊脂玉的沁色，全是失传千年的绝品，随便一件价值都不可估量。这些够买下今晚所有的拍品，捐给红十字会了吗？明允，多亏了你大夏国库的底蕴，我现在已经是这个时代最年轻的女首富了。钱赚够了，该办正事了。大夏国力强盛，天威浩荡，我等小国愿世世代代臣服大夏，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。为表诚意，我等6国特献上6位绝色公主，愿充盈大夏后宫，侍奉陛下。退下！陛下，这大夏国母之位，只有一人能做。带上你们的公主，滚出大殿！还不快滚！阿青，朕有了这万里江山，有了万邦来朝，可这乾清宫太冷了。报告检测结果。苏总，这完全违背了现代物理学常识。这只垃圾桶的材质是最普通的聚锂酯塑料，但它的底部怎么了？底部的空间曲率是无限大，它内部存在一个稳定的微型虫洞。我们捕捉到了桶底虫洞的量子波段，推算出了对面时空的绝对坐标。能穿过去吗？理论上有0.01%的可能性。还有别的结论吗？苏总，虫洞的量子纠缠态在衰减，这条曲线按当前衰减速率推算，通道最多还能维持60天。60天后，虫洞会自然湮灭，永久关闭，再也无法恢复。60天。苏总，我很抱歉。够了，所有人出去。60天，够了。命运，我要开始最后的冲刺了。苏总，我们要启动强行穿越程序吗？不，封存这个坐标。你在那边是大夏的皇帝，有自己的盛世要治，而我有自己要做的事情。既然见不到面，那我就在这个世界，让你的名字永远留下来。通知法务部和财务部，立刻成立慈善基金，全面启动建校计划。苏总，太感谢您了！您出资建了这所学校，娃娃们终于不用翻3座大山去上学了。这只是第1所，未来10年，我要在全国建满1000所明允希望小学。
万物皆有引力，这便是神女那个世界的格物之理。陛下，神女的世界人人都能学这些吗？是，大夏的未来不在八股文章，在这些实学之中。真要你们学懂这些，将来造出神女图纸上的机器。明允，把这个吃透，大夏的运输速度能翻10倍。陛下，木轨已经铺了30里，按神女给的图纸，一点不差。把新造的木轮大车拉上来。走！这车拉的货比以往多了足足5倍，速度还快了1倍。把剩下的木料全调过去，2个月内，朕要在京城和3大边镇之间连起一条木轨铁路。老奴这就带人去伐木烧炭。不仅要用马摆渡，工部的铁匠必须把图纸上的那尊铁怪兽给朕造出来。莫显社工艺比大夏过去的铁器精细了100倍。陛下，全靠神女赐下的高炉炼铁与精密铸造法，大夏的铁匠如今也能做出这种神物。好，霍山，把这个送去给神女瞧瞧，这是大夏给她的打理。阿青，这是大夏做出的第一个精铁轮，大夏的精铁大车很快就能跑在轨道上了。工艺竟然已经提升到这种程度了，大夏的工业已经发芽，我手里积攒的那些大夏文物，也到了彻底惊艳世界的时候了。上帝呀，这玉片的切割精细度，还有纯金丝线的编织手法，居然是2000年前的手工艺，这简直是神迹！这是来自东方清源资本董事长的私人藏品，底价5亿欧元。6亿欧元，7亿！这金缕玉衣不卖，我们大夏的底蕴只斩不卖。苏总，国内有些紧急突发情况，需要您立刻回去处理。立刻订回国的机票，现在就走。大暴雨，2000年前的大夏，现在又是什么天气？陛下，不好，不好了！江南遭遇100年不遇的大洪灾，连续暴雨20天，淮河、长江10几处坝同时决口，大水已经冲毁了30个县城，几十万百姓无家可归，全在洪水里泡着呀！前些日子运过去的水泥呢？为何没有堵住决口？洪水来得太急太猛，泥沙直接把水泥浆冲散了，根本来不及风干。现在江面上一片汪洋，连官军的木船都被大浪拍碎了数千艘，根本没办法救人。霍山，传朕旨意，调集经营所有兵马，带上干粮，随朕南下抗洪。陛下，水势太大，血肉之躯冲过去，只是送死啊！100年大洪灾，没有救生衣和冲锋绸，古代人根本活不下去。李经理，立刻动用清源基金所有的渠道，把周边省份所有劳保市场、外贸仓库里的成人救生衣全部包圆。对，我要10万件，还有充气皮划艇、大马力冲锋头、自热火锅、自热米饭，有多少要多少。3小时内必须用大卡车给我送到郊区仓库。明允，撑住了，现代工业物资马上就到。去，把这些救生衣和皮划艇全部送去江南灾区。热朕，
陛下，不能跳啊！这是神女的渡水神兵。陛下，这神衣能让人不沉水，咱们有救了！全军听令，所有人穿上神衣，下水救人！怎么？神女显灵了！神女赐下仙衣仙舟救命了！大水退了，地保住了。要不是护国神女赐下仙舟神衣，老婆子和娃早就喂了鱼了。老人家，往后江南每座县城都会建成神女庙，只要朕在大夏一天，就绝不让你们再挨饿受冻。陛下圣明，神女娘娘万岁！陛下，京城6部发来加急御批，30万吨杂交水稻已经分发完毕，百姓都在等您回去主持秋闱大典。回京。大夏如今安定，朕去摘星楼，亲自将这喜报传给阿庆。全军开拔，护驾还朝。是。陛下，夜深了，顶楼风大，多加件披风吧。不必。如今万邦来朝，国库充盈，6部都在张罗着给陛下选秀，充实后宫。选秀？让他们闭嘴！大夏的龙椅，只有阿青有资格与朕同坐。这万里江山是阿青帮朕夺回来的，朕便以这青江山为聘。苏总，巴黎拍卖会那边传回消息，那件大夏朝的金缕玉衣展出后，海外6家顶级博物馆已经联名开出了9亿欧元的天价。我们清源基金的海外账面上，资金彻底转活了，不卖。告诉亨利，金缕玉商是私人非卖品，让他们继续盯着海外流失的华夏文物，只要有真的，清源基金出全资买回国。明白。另外，您交代追加的那10个亿慈善款已经到账，全国第2批300所希望小学下周就能正式动工。王秘书，你先出去，把大门锁好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准靠近仓库200米。好的，苏总，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。肖明远，你这次又送了什么稀罕古董过来？愿以万里江山为聘，不羡鸳鸯不羡仙。明远，好好做你的皇帝，护好你的百姓。这万里江山，就是你送我最好的礼物。见字如面。
2000年的距离，你当好你的千古一帝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。进来。苏总，南方的粮食贸商钱大富发来消息，30万吨高产杂交水地的尾款已经结清。对方问下个月需不需要再订购5万吨免洗现代精制面粉？要，按原价签合同，让他直接用重型卡车送到西城的新仓库。另外，去采购一批现代工业化的高炉炼铁技术资料，要最简单的土法配方，用 U 盘装好给我。收到。高炉炼铁的图纸，我今晚就联系重工院的教授去办。大厦要修路，光有水泥还不够。明雪，等我的冶铁图纸送过去，你的军队就能换上真正的金刚兵器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阿庆！你既然要这大夏江山，朕便替你守得稳稳当当。陛下，出什么事了？可是神女娘娘有了新的谕旨。霍山，随朕去内库，将前朝传下来的龙纹青铜钥匙带上。陛下，那可是放着历代先皇秘宝的绝密之所，无天子手谕，不得擅入啊！朕就是天子，今日朕要动用大夏最后的国本。这是当年始皇帝用诸侯6国之换来的和氏璧原石。大夏复国后，以此物为万代基业之根啊！大夏的基业是阿青给的，这块石头留在大夏只是个死物，送去给他，才配得上他的身份。阿青，这是朕给你的定情信物，收下它，你便是大夏唯一的护国神女。把这些图纸和钢锭全部放进去，注意顺序，先下图纸，再下样品。苏总，这么多工业基础资料送过去，对面的冷兵器时代，怕是要直接跨入蒸汽时代了。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明允的大夏必须拥有绝对的武力压制和基建能力。去，给我订购一批耐火砖和鼓风机模型。大夏的钢铁产量要在今年翻10倍。出铁啦！陛下，出铁啦！神迹！这等出铁量简直是神迹！这一炉的产量顶得上过去大夏全国1年的精铁总和。这都是阿青赐下的智慧，大夏的近代化就从这炉铁水开始。传旨公布，立刻在全国产煤产铁之地全面铺开高炉建设。大夏的军队要全部换装这种黑钢武器，大夏的轨道要用这种黑钢铺设。末将遵旨。有了这等神钢，大夏铁骑必将横扫天下。苏总，按照您的指示，清源资本旗下的所有商业地产、外贸业务和奢侈品投资线已经全部清算变现，资金全部回笼。很好，把这些资金
一分不剩，全部注入新成立的清源全球文化与慈善投资基金。苏总，这笔资金的规模突破了100亿级别，全转为慈善和文化保护，公司将彻底失去商业能量力。您真的不再考虑一下？不用考虑，签字。苏总，太感谢您了！您的基金会不仅买回了流失的国宝，还救了那么多大山里的孩子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那个曾经充满悲剧的大夏历史已经被我彻底改写。那些战死的人、饿死的人，都活下来了。明允，我救了你的天下，现在我也救赎了我自己，我的心真正安定了。老板，这种红色的 LED 电子灯笼给我装5000对，还有那个自动发光的春联要1万副。好嘞，苏总，全给您包圆了。王秘书，去干果区把所有的红枣、桂圆、花生和水果糖全部装车，再订2万箱烟花。苏总，买这么多东西，仓库都快堆不下了。大夏的百姓刚刚吃饱饭，这是他们迎来的第一个太平年，我要让他们过一个最热闹的除夕。明允，接货，把这些发下去，让大夏的京城亮起来。好甜啊！这糖果是神女娘娘赐下的仙丹吗？感谢护国神女，感谢护国神女，愿神女保佑大夏岁岁平安。阿青，你听到了吗？这是大夏百姓为你祈福的声音。第一天认识你的时候，就是这碗面。今天过年，咱们还吃这个。陛下，该用年夜饭了。端下去，所有人退到殿外。没有朕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偏殿半步。老奴遵旨。阿青，这碗面给我等了1年了。两地相隔，心若相知，岁岁平安。算你有心，画的还挺像。新年快乐，我的陛下。